前面呢给大家做过了冷饮，也做过了一个汤，这期要给大家做一个家常菜。第一道，先做一个葱油凉拌鸡腿。好，我们锅里给点水，加入姜片、葱段。这个是个鲜的鸡腿，因为比较小，我就加了5个啊。直接下锅。 来点花椒酒，那鸡腿烧开之后呢，我们开的这种小火，微开的状态煮个10分钟，再把火关掉，再清20分钟它就可以了。好，煮熟之后呢，我们放入冰水中。如果你没有冰水呢，就让它自然冷却，冰一下呢，它皮会更加的口弹一些。好，我们稍微冷一下，直接用手来撕它。好，冷却过后呢，我们直接拿出来，用手撕就好了，戴个手套。 好，我们在锅里倒点油，这步上炼点葱油，用葱油来拌这个鸡。葱油呢，我准备了2种葱，一种是干葱哈，给它切成这种片状小干葱，还有一种是香葱。好，我们大概烧到有个3成油温，下入这个干葱，小火慢慢去炸。这个香葱的头部啊，先下这个葱白的地方，头部比较厚的地方我们先下，葱叶待会儿再下。 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泡泡在逐渐变小，这个葱差不多有点微卷皱了。接下来我们下入剩下的葱叶，我们把这个葱炸干之后呢，把这个葱渣给它捞出来，用个过滤网把这个渣给它弄干净，稍微给它压一压，小火来让它稳住温度。接下来我们来调个料汁儿。 我们找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在碗里加点蒜蓉，来点干葱，来点香葱，搅拌均匀。再用这个油再来击这个葱的话，它有2成的葱味。好，我们烧到5成热，给它焦香。接着来调料，给小勺盐，给点白糖，好2勺的生抽，好半勺的蚝油，再来1小勺的 芝麻酱，轻轻的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这个汁儿调好了。好，直接倒入我们刚刚调的料汁儿，再来点葱段、香菜，简单给它和转和转。好，装盘。 第二道做一个凉拌粉丝，先烧点水，把粉丝焯个水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在锅里给点盐，稍微再来点油。我加了一部分海带丝，因为刚好有，把它焯水。你家里没有海带丝就不用加了，因为我刚刚冰箱里面边角料有一点，我把它用起来，稍微给它煮个2分钟。2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放入这个发胀的粉丝，焯个10秒钟，快速的和海带一起捞出来，快速给它打捞出来。 这边准备1盆凉白开，快速给它降温。接着我们调个凉拌汁儿，找个玻璃碗，在碗中放入少许的盐，来点糖，3勺的生抽，1勺的芝麻香油，好老陈醋来个大半勺，来1勺剁蓉的蒜，来点葱花，再加入1大勺的辣椒油。 这个如果你家里面没辣椒油，可以加什么？可以用那个辣椒粉啊，用点油来炸一下，或者是加点小米椒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给它搅拌均匀。把水控干，倒进去，再来点胡萝卜丝、香菜，拌起来。好，接着我们开始装盘，好香啊！第3道做一个柠檬泡鸡爪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将这鸡爪的指甲给它砍掉啊，稍微给它对破一下。鸡爪有2种，一种是那种带动杆的，一种是没有带杆的。我今天买的是带杆的。
好，我们锅里给点水，水里给点盐，给点姜葱，冷水放入这个鸡爪。好，再来点花椒酒，烧开以后呢，小火煮个9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将这个鸡爪捞出来。这时候稍微放入冰水中，如果你没有冰水，就用凉白开给它降温。我们趁凤爪冷却的时间，烧点油，把这个料头焦香一下。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来点干葱、小米椒，再来点蒜蓉，给它搅拌一下。好的，油温烧到6成之后，我们把它焦香一下料头。接着调料，好，蒸鱼豉油我们来3勺，生抽来4勺，蚝油放入1勺半，好，1小勺的盐，半小勺的白糖，1勺的辣椒油，大半碗的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都可以啊，我们给它搅拌均匀。因为泡的话，它盐味稍微要重一点点。如果你这个汤汁它没有盐味的话，待会儿你的凤爪出来是没有味道的。好，我们再加入几片柠檬，柠檬呢一定把这个籽给它去掉哈。这里是用的是黄柠檬、青柠檬都可以啊。香菜，接着我们把这个凤爪捞出来，你可以找个什么瓶子啊、什么玻璃碗都可以来泡。这个最好是泡1晚上，第2天再来吃，效果是最好的。好，接着把它调的汁儿直接给它浇上去。好，封上保鲜膜，尽量给它泡1晚上再来吃。好，现在是第2天了，泡了1晚上，给大家看一下装盘后的效果。第4个菜做个土豆烧豆角，这里豆角我用的是四季豆，不是那种豇豆啊。给大家说一下，是四季豆，稍微两头摘一摘，把筋给它去了，掰成段就好了。好，土豆我们稍微可以用的这种刀给它改个花刀。这个就是其实就像街边做狼牙土豆这个刀，我们稍微给它切一切，可以让土豆条更好看一些。你没这刀呢，可以直接用菜刀切成直刀条也行。好，锅里倒点油，这步呢，我们炸一下土豆条和这个四季豆。如果你在家里面你不想炸的话，可以用煎的方式。但是在过油的菜呢，确实好吃一点，尤其像做这个土豆和四季豆的话，给它过油再来炒。好，4成油温，我们下入土豆条，给它过油，这样的话它会好吃一点。炸熟之后，我们捞出来，接下来炸一下四季豆，捞出来把它油控一下。好，炸熟之后快速给它倒出来，不要洗锅。相信这个锅我们来点油。烧一点肉丁，来点蒜米，来点姜米，小米椒。好，把这个肉炒到吐油之后呢，我们沿着锅边烹少许的花椒酒，有点老抽，给肉上点颜色哈。好，加少许的清水，下入我们的土豆和这个四季豆，做个简单的调味，给点盐，1小勺白糖。来点蚝油，好，一点生抽，
然后盖上盖子焖煮个5分钟，中火焖煮5分钟。好，5分钟以后呢，我们勾少许的水淀粉，来点芝麻香油，来点葱花，好，出锅。夏天家里会有些剩饭不好处理，尤其到了第2顿之后呢，我教你做一个菠萝虾仁炒饭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虾仁给它吸水分。这个虾仁是已经去过虾线的虾仁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自动去好，就是超市买的这种。做个简单的腌制，我们少许给点盐，给点黑胡椒，要腌一腌。好，我们准备3个鸡蛋，接下来把这个饭处理一下。好，我们在这个饭里面呢加入2个蛋黄，剩下的1个蛋就打成全蛋啊，这个直接用手给它抓一抓。这种方式来炒出来，可以让这个饭啊就自然的会变黄，因为它表面裹了一层蛋黄。剩下1个蛋和2个蛋清，我们给它加点盐打散一下。好，第一步呢，在锅里加点水。稍微来点盐，放入少许的油。好，水开之后呢，我们焯一下蔬菜粒，有点玉米、青豆和这个胡萝卜，我们给它焯熟一下。好，有个3分钟以后呢，我们给它倒出来。好，不要洗锅，不要洗锅，将就这个锅，我们来点油，把锅润一下。好，将热油倒出来，来点凉油，快速的下入我们之前打散的鸡蛋，好，炒香炒黄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入虾仁儿。来个菠萝粒，好，稍微来点油，接下来下入米饭，再放入我们的蔬菜粒。好，开中火慢慢给它炒散啊，因为你的米饭加了蛋，它是有水分的，慢慢它就炒就干了啊。稍微搓一搓，把这些成坨的饭给它铲一下。好，随着米饭里面的蛋黄炒熟之后，越来越好炒了。炒干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做个简单的调味啊。好，给点盐，来点鸡饭老抽，少许的生抽，好，出锅前给点葱花。好，我们再来少许的鸡油。好，出锅。
最后才来做一个葱油香煎鸡扒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鲜的鸡腿啊，给它去骨。去骨非常简单，用个剪刀哈，中间给它破开，一剪，把这骨头稍微给它理一下，这个肉也给它剪出来，贴着这骨头进去，带着这个一扯一拉哈，看，顺着骨头先把它理干净，理出来，用手一扯一拉。根部它会有一些扯不断的地方，我们用剪刀再给它剪一下，这个骨头就去完了。看这个皮都是干净的，没有破。去完骨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刀给它改一下，这里面有筋的，用刀给它划断，但是不要把皮划到了，防止它收缩。好，接着我们开始腌制，给点盐，来点花椒酒、生抽，再来点老抽，来点姜片、葱段。白胡椒粉，简单给它揉一下。好，我们腌制个5分钟，接下来调个料汁儿。好，我们加入3勺的生抽，半勺的蚝油，半勺的白糖，1勺的花椒酒，加点老抽，2勺的清水，好，少许的水淀粉。给它搅拌均匀，好，这个料汁调好了。调好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刚刚腌制5分钟过后的鸡排给它捋一捋，把皮给它理出来，裹上一层薄薄的土豆淀粉，两面都给它裹上一层薄薄的土豆淀粉。这样的话，待会儿下去它就会把它煎脆了。一定来点薄薄的粉。接着我们在锅里倒点油，这步呢是用一个葱油再来煎这个鸡排。我们先下入这个干葱，中小火给它炸一炸，炒一炒，慢慢给它炸干。那家里面如果你葱的话，你可以加点什么大葱啊、干葱啊、香葱都可以。因为我这只有2种葱啊，正常的葱越多了，它的复合味更重一些，就是葱香味更浓。好，中途的时候我们下入这个香葱。把这个葱炸干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出来，把这个油稍微过滤一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油重新再倒回到锅里，用这个葱油再煎鸡腿。先下有皮的这面啊，皮向下。好，给它翻面一下。用那种半煎半炸的方式，这样呢可以让鸡肉两面都是酥脆的状态。煎的时候我用的是中小火，慢慢去煎它，中小火。好，再给它翻面一次。现在差不多熟了，你要注意啊，内部它要崩这个水分出来，都是正常的哈，别怕啊。做菜呢勇敢一点，这个别怕，真的别怕啊。好，熟了之后我们给它夹出来。好吧，金黄色、黄黄的感觉。这时候我们将就这个锅里哈，我们来点蒜米和这个姜米，给它炒一炒。好，把刚刚我们调好的汁儿倒入锅中，给它收一收，扯个汁儿浇上去。剩下这个葱渣呢，也可以放在里面去煮起来，让它更香一些。好，把这个收到这种汤汁浓郁的状态啊。好，可以了，收到这种状态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然后把米摆上，同时我们就把鸡排摆上。这个呢，根据你的要求，你可以把它稍微改个刀，或者吃这种整颗的都可以啊，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。
我们3个鸡腿就拼完了。接下来把这个汁呢均匀的给它浇上去。冰箱里面刚好有个剩的西兰花和胡萝卜，给它摆个盘儿。当然，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蔬菜，你不加也可以，吃鸡肉都没问题啊，根据你的实际情况。这里还是一个胡萝卜，我们来一点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道家常菜。在你不知道吃什么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我的视频拿出来翻一翻、看一看。特别是最后2道，一道鸡排饭和这个虾仁炒饭，既是饭又是菜。好，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掉了吗，偶像。